做选择时以自己的感觉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。以赛斯认为，在做决策时，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感觉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，因为感觉是我们内在直觉的表现。我们可以学习掌握这种感觉，让它成为我们做决策的准则。这种感觉可以是愉悦、轻松、自然流畅，也可以是不安、紧张、迷茫。当我们面临决策时，如果感觉不对，就应该停下来，冷静思考，再做决定。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做出过于冒险或是不利于我们的决定，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感受，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正在考虑是否要接受一个工作机会，但你并不确定这份工作是否适合你，或是否值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这时候你可以先关注一下你自己的感受，问问自己是否对这份工作感到兴奋或是有好感，是否这份工作可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目标或是发挥自己的长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对这份工作感到兴奋，并且这份工作可以让你更接近自己的目标，那么你可能会决定接受这份工作。反之，如果你感到犹豫或者这份工作并不能满足你的需求，那么你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。在做决定时，以自己的感觉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，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的决定。神奇之道意味着你们实际地改变了你们处理问题、达成目标及赚取财富的方法。神奇之道是以赛斯在他的著作《The Eternal Validity of the Soul and the Spiritual Universe》中所提出的概念，主要强调了人们可以使用非传统的方式来面对问题、达成目标以及赚取财富。相比于传统的方法，神奇之道更注重个人感觉、创造力、直觉和内在驱动力，并且允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家，你希望创建一个成功的新创公司，传统的方式可能是要求你遵循一个固定的商业计划，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任务，并按照预先确定的路径前进。但如果你使用神奇之道的方法，你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直觉和创造力，并且不会过分受限于固定的计划和路径。你可能会专注于自己的热情和能力，并且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做出更多的决策，以确保公司朝着自己的目标发展。总的来说，神奇之道的概念是要让人们意识到，他们可以使用更加非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，并且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。神奇之道不是玄秘的方法，但你们必须相信它们是自然的方法，人们本来就该用它们来处理问题及面对挑战。以赛斯认为神奇之道不是什么玄秘的方法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是每个人都应该使用的，它不需要特别的技能或知识，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相反，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感知的方式。它要求我们放下对过去的执着，并专注于当前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直觉和洞察力。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有效地解决问题，找到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，并创造更有意义和丰富的生活。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创意工作、商业、关系和个人成长等领域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一个人遇到了问题，他可能会选择使用传统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它，这通常意味着使用逻辑和分析。但是如果他遵循赛斯的理念，他可能会尝试以一种更自然、更直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。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和直觉，并试图从那里得出答案，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性思考。这样的方法可能看起来不那么严谨或精确，但它可以带来更深刻、更有意义的解决方案，同时也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丰富性和神奇性。愈理性愈复杂，愈要回到简单的思考。根据赛斯的观点，当我们遇到复杂的问题时，有时候过度的理性思考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。此时我们需要回到简单的思考方式，以更直觉的方式看待问题。简单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并找到更创新的解决方案。
塞斯认为，理性思考的问题在于他们过于局限于已知的范围和知识，很少有创造性和创新性。在回到简单的思考方式时，我们可以更自由的思考，并从我们的直觉和本能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。因此，塞斯认为，在遇到复杂问题时，我们应该回到简单的思考方式，寻找更加自由和创新的解决方案。假设一个公司面临着成本上升、市场份额下降的问题，常见的理性解决方法可能会是削减成本、加大行销投入，或者是开发新产品等等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更简单的思考，或许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我们可以从顾客的角度出发，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，从而重新设计产品，以更好地满足顾客的期望，进而提高市场份额。这样的思考方式相对简单，但却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。